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地久天长的爱情名气巨大，打了很多雇主的脸。杨紫又赌对了。高调流量明星杨紫凭借最新发布的《爱很久》，短短4集就迅速登上人气榜首。回顾杨紫的演艺生涯，我们发现自从她与肖战合作《余生请多指教》以来，她的都市剧作品就相对匮乏。但不可否认的是，2019年她主演了《亲爱的热爱的》，凭借独特的魅力成为当年的黑马剧王。时光荏苒，但人们对那个夏天依然记忆犹新。杨紫被誉为盛世男主的代表，就像她和李现合作的《亲爱的热爱的》一样，剧中的男主角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随着该剧的播出，很快就火了。抖音一夜成名，粉丝数千万。去年的热播剧《长相思》让杨紫以独特的魅力点燃了荧幕，成功捧红了3位男主角，并激起了国内娱乐圈众多男演员与她合作的欲望。杨紫眼光独到，善于挑选优秀剧本，因此当万众期待的《九爱官宣》由范丞丞主演时，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果然，一经播出就迅速登上热度榜首，证明了杨紫对剧本选材的精准嗅觉。漫长的爱情改编自佐仓六的小说《17岁时你喜欢谁》，从剧名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讲述了一段青春暗恋的故事。17岁是每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留下深刻的回忆。这部作品无疑将带领观众重温青春的美好，成为未来的热门话题。本内容旨在对杨紫及其最新作品进行全面解析，展现她作为流量小花的非凡魅力，以及她对优质剧本的精准把握，让观众充满期待。该剧主要探讨了6位青梅竹马在太空城家庭法庭的共同成长经历。他们阔别多年再次重逢，重拾彼此最初的梦想。地久天长由杨紫、范丞丞、朱颜蛮子主演，金世佳、王千越也加盟，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青春都市剧。该剧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观众纷纷表示剧情说到点子上了。杨紫在这部青春剧中再次展现了自己出色的演技，引起了观众对她演技的高度赞扬。评论中提到，杨紫的演技一如既往的出色，她真的很适合诠释我们18岁时的回忆。剧中的友情和爱情故事让人深深怀念。观众称赞该剧融入了有青春、晦涩的社会现实等元素，可见对该剧的高度认可。然而，青春故事往往伴随着美丽和泪水。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孩子，长大后却因为误会而分道扬镳。曾经憧憬美好未来的童年时光，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逐渐消散。大家都为了生计而努力工作，失去了童年时的豁达和热情。这是否意味着增长的代价如此沉重？女主角黄英子杨紫是性格开朗、古灵精怪，是这群孩子中的孩子王。高中时，她怀揣着英雄的梦想，立志成为一名记者。然而，当她长大并成功成为一名记者后，却面临着领导的压力，并被指责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男主江毅范丞丞是一直暗恋着黄英子。高中时，他长得很帅，总是微笑，喜欢打篮球。这些元素交织出一个青春成长的故事，让人好奇成长的过程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和考验。江毅和黄英子已经分开多年。当车窗外的人影出现时，黄英子一眼就认出了江毅，然而江毅却因为害怕而回避了。黄英子追了上去，终于拦住了江毅。这次邂逅充满了复杂的情绪，让江毅既害怕又期待。小心翼翼地问道：“是你吗？”正如人们所说，杨紫在哭戏中的演技确实令人惊叹，她的眼睛红了，充满了泪水。虽然两人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由于误会，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不过，他们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对方，脑海里浮现出往事。黄英子忍住泪水，坚定地问道，给观众强烈的代入感。在这部青春剧中，范丞丞的演技也得到了认可。他一改往常的搞怪形象，展现出了出色的青春演技。无论是在学校时，还是12年后，他们都完美地诠释了自己的角色，没有任何违和感。
高中时的黄英姿活泼可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喜欢孙燕姿。现实生活中的杨紫已经31岁了，但在剧中她成功地还原了年轻学生的形象。这段视频中，黄英紫穿着校服，扎着高中常见的马尾辫，笑容灿烂。从她在剧中的表现来看，她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少女感，摆脱了青春的稚气。看来杨紫的演技确实让人惊叹，范丞丞也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回顾自己在电影《陌生的生活》中的笑角色和《黄飞鸿》中的富家子杨成，范丞丞一直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中。他毫无包袱，充满幽默感的性格吸引了大批粉丝，而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说完男女主角之后，另一位女演员也成为不少观众关注的焦点。她就是饰演女2号朱颜蛮子的女演员。朱颜蛮子在剧中的形象冷漠孤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饰演的洛枳这个角色。虽然这个角色有很多版本，但观众一致认为朱颜蛮子的演绎是最贴近人心的。剧中她饰演的方明玉，小时候是这些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长大后，她成为了公司的白领人力资源专员。面对公司裁员的困境，作为人力资源部的她只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行事。即使面对老员工，她也无法改变公司的决定，甚至还要忍受员工的不满。金世佳在这部剧中也有着出色的表现。近年来，她通过各种角色表明，她不仅仅是一个秀才演员。观众对她的记忆更多是因为《追罪图鉴》中饰演的侦探杜成。在这部剧中，金世佳饰演著名神经质作家丁野，这个角色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记者的采访，但在接受女主角采访时打破了沉默。他被赞为娱乐圈男明星中最有胡子感的一个，可见观众不仅对他的演技认可，对他的颜值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网友表示，这部剧是我对金世佳最大的误解。这说明金世佳通过这部剧成功改变了观众的看法。总的来说，这部剧的演员阵容还是很强大的。杨紫和范丞丞不仅流量高，而且演技也很出色。朱颜蛮子、金世佳等实力演员的加盟，为该剧增添了不少色彩。肖战 vs 邓伟，谁输谁赢？横店又下雪了。听说横店只要一下大雪，就会有爆剧上演。之前的这场雪直接创造了静心和《甄嬛传》中的名场面，现在又下雪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银海传说》、《倾国倾城》、《仙台有树》、《白月梵天》等古装剧中的名场面呢？正在横店拍摄。江山美人主要讲述了擅长培育牡丹的花艺师何卫方与他的投资人的故事，由杨紫、李现主演。江山美人改编自阅文集团旗下起点阅读集团作家易千中的同名小说，以牡丹为引导，聚焦于擅长培育牡丹的花艺师何卫方。剧中，何卫方凭借栽培珍稀牡丹的高超技艺进入商界，闯入长安。与此同时，他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他与投资人蒋长阳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是剧情的看点之一。总的来说，《倾国倾城》是一部以女性创业为主题的古装剧，通过何卫方的故事展现了女性的坚韧和拼搏精神。该剧不仅有精彩的剧情和演员阵容，而且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精美的制作、服装和道具值得观众期待。《藏海传奇》是一部古装玄幻剧，该剧讲述了大庸国太监郑快夺之子宗奴的故事。他背负血海深仇，后化名藏海回到京城。他凭借着正直、智慧、坚韧、勤奋、后天的学识，凭借着他的创意匠心和纵横技艺，讲述了一个至恶深渊的故事。该剧由郑晓龙执导，肖战、张婧仪、周琦、黄觉等主演。《银海传说》的预告片看起来确实很不错，展现了该剧的高质量制作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通过简短的预告片，观众可以感受到该剧紧凑的剧情、精美的画面、震撼的音效，同时也能看到演员在不同场景中的情绪表达和肢体动作都很到位。预告片中展现的场景和氛围也非常符合该剧的古装奇幻主题，特效和场景布置都非常用心，让人感受到制作团队的用心和诚意。
此外，该剧的主演阵容也十分强大，肖战、张婧仪、周琦、黄觉等演员的演技备受认可，他们的表演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仙台的树是邓伟主演的第一部话剧，该剧由尹涛导演执导，爱奇艺出品。该剧自开播以来就备受关注。仙台有树是根据晋江文学城作家匡上家匡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童话剧。该剧讲述了修仙者苏易水18年前被师傅木青哥改变了命运，而一向叛逆的魔头木青哥也因此耻辱而死。18年后，木青哥化身血冉冉，苏易水继任西山派掌门。他将年老体弱、生命垂危的血冉冉收进自己的宗门，并发誓要保护他一生一世。从此师徒身份互换，两人之间也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整个剧情跌宕起伏，几辈子的情感纠葛，让人深深感受到师徒虐恋童话剧的魅力。白月泛星的导演是朱瑞斌，曾执导《香蜜沉沉烬如霜》等多部脍炙人口的童话剧，深受观众喜爱。该剧由白鹿、敖瑞鹏等知名演员主演，演技和颜值备受认可。此外，白月繁星也是陶厂的重点项目。白月繁星讲述了女主角白硕踏入九渊拯救苍生，意外觉醒繁星，与魔神梵月相识并相恋的故事。该剧是《永恒的绝尘》的续集，女主角白硕的命运备受关注。她明媚多情，是上古神界最揪心、最令人遗憾的女皇后。她深爱着末世，却始终不肯说出来。混沌之劫之日，为保护天启，魂魄散去，化为石像。仅凭一丝神识，他就转世为将军府千金白硕。白硕救出了魔神梵月的分身，并与他一起踏上了奇妙的冒险之旅。这4部剧各有特色，演员阵容和导演阵容都非常强大。你觉得这次的大雪会拍什么剧呢？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